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西南石油大学王喜华，欢迎大家来到构造地质学课堂。我们上节课学习了力与应力的基本概念，我们知道了岩石变形是在外力作用下内部质点发生相对位移的结果。这节课主要学习变形与应变问题。首先，我们看一下变形的概念。当物体受到应力作用，其内部各质点间它的相对位置发生改变，称之为变形。物体变形可以是形状的改变，也可以是体积的改变，或者是二者均有改变。变形有两种最基本的变形方式：线变形和剪变形。线变形是指物体受力时表现为单纯的拉伸或压缩的变形，见图3-9，又称正变形。图中 P 为外力， L0 为变形前的纵向长度， L 为变形后的纵向长度， H0 为变形前的横向宽度， H 为变形后的横向宽度。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受力后的小六面体仅仅是边长发生改变，表现出被伸长或被缩短。剪变形是指物体受力时表现为物体内部任意截面都有一个旋转角度的变形，见图3-10，又称角变形。图中 P 为外力， A、B、C、D 为物体变形前， A 一撇 B 一撇 CD 为物体变形后，伽马为剪应变旋转的角度。我们发现受力后小六面体的直角变为锐角或者钝角。下面我们学习变形的方式。岩石变形最基本的形式是线变形和剪变形，它们组成5种基本的变形方式，见图3-11。拉伸是在张应力作用下的线变形，压缩是在压应力作用下的线变形，剪切是在简单剪切作用下的剪变形，使岩石被剪切错动或者形态发生变化。弯曲是在岩石长轴方向的压应力作用下或在弯梁作用下发生的变形，致使我们岩石发生弯曲。在发生弯曲变形的岩石内部会有一个既不拉伸也不压缩的中和面，在中和面内侧和外侧分别表现为压缩变形和拉伸变形。扭转是在岩石的两端与轴线垂直的平面上各作用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偶所产生的变形。在学习了变形外，我们开始学习应变相关概念。应变是表示物体变形的程度，即在应力作用下物体形状和大小的改变量，即以其相对变形来量度，因此没有量纲。我们知道，变形的结果可引起线段长度的变化和相交线段之间角度的变化，见图3-12。测量这些变化就可以计算出应变的状态，由此应变分为线应变和剪应变。线应变是指物体受力发生变形后所增加或缩短的长度与变形前长度的比值，见图3-9，也就是物体内某方向单位长度的改变量。见公式3-3，伊布斯姆纵等于 L0 减去 L 的差比上 L0。公式中，伊布斯姆纵为物体受纵向应力后的纵向应变量，以百分号计算。在构造地质学中，规定由压应力产生的线应变为正，由张应力产生的线应变为负。实验证明，物体在单纯的压缩或拉伸中，不仅沿着受力方向有纵向的线应变，而且在与受力的垂直方向上也有横向的线应变。也就是说，当物体在纵向上被压缩或拉伸时，在横向上就会出现拉伸或压缩，见图3-8所示。
横向的线应变用公式3-4计算，epsilon 横等于 h0 减去 h 的差比上 h0。同样，epsilon 横也以百分数计算，并且规定压缩为正，拉伸为负。可见纵向的线应变 epsilon 纵与横向的线应变 epsilon 横的方向总是相反的。实验还证明，在弹性变形范围内，一种材料的横向线应变与纵向线应变之比的绝对值为一常数，此常数缪称为泊松比。见公式3-5，缪等于epsilon 横比上epsilon 纵的绝对值，或者epsilon 横等于负的缪乘以epsilon 纵。式中的负号表示纵向线应变 epsilon 纵与横向线应变 epsilon 横的方向相反。泊松比属于物质的一种物理常数，与外力无关。岩石也具有这种性质，且每种岩石都有自己的泊松比，一般均不超过0.5。这种现象叫做岩石的泊松效应。泊松效应对解释岩石变形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岩石中许多张节力就是岩石纵向上存在的压应力，在泊松效应下引发的横向张应力所致。下面我们学习剪应变。什么是剪应变？剪应变是指物体在剪应力或扭应力作用下，内部原来相互垂直的两条微小线段所假直角的改变量。见图3-9。剪应变是用物体变形时旋转的角度的正切函数来去度量的，所以又称为角剪应变。如图3-9，公式为3-6，摊体伽马等于 a 撇比上 a_d。在小变形情况下，伽马角极小 ，ad 约等于 a 撇 d。剪应变也可以用伽马角的弧度来去度量。在大变形情况下则不然。在构造地质学中规定，逆时针旋转的剪应变为正，顺时针旋转的剪应变为负。关于变形与应变，我们就讲到这里，同学们再见。